事情呢，是因为有一个叫优美的平台跑路了，我们这些创作者压在里面的钱还不够他赔的。那聊一下我在成人业就是起起落落的部分，展开讲讲。怎么亏5万美金的？唉。财务状况是差到我需要用原有的存款去补贴我自己在成人业，我好像被骗了2、3年，处于一个很严重的信息不对等的一个状态下的那一种感觉。然后呢，他们也在1个月以内全部走掉了。然后当时的剩我一个人。然后自从做了这个工作之后，嘴唇都白了。上一年2024年的过年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要倒了。通常我的家里人是希望我出钱、出力、出人，然后去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像现在的话，就是连生病也要挑时间。不会啦，我们现在有新血加入。但他是不会加班哦。过年我们还是一样放假哦。因为正义魔人是有很多，就我的 IG 跟 YouTube 一直处于说不仅被限娱，还要一直被检举的状态。基本上我的每一条影片下面都会有留言说啊，这个为什么还要去解锁？然后这个下周赖群里面就会有啦，什么之类的。这些就是我真的想骂就。Hello， 大家好，我是舒畅。那如标题所见，其实丢失的准确金额是5万美金左右，那折回台币呢，应该是160万左右。事情呢，是因为有一个叫优美的平台跑路了。这个平台呢，有点类似于 Facebook、OnlyFans 这样子的平台，就也是可以观众去订阅我，然后看我的素材的这样一个平台。它是注册在美国的一家公司，但是呢，它是因为税务上不是很清楚，那我觉得这一条应该是红线，我觉得极有可能我们这些创作者压在里面的钱还不够他赔的，更何况我还不知道他是不是有踩到另外的2条红线，一条是未成年，还有一条是我们业内叫做2257的东西，就是所有拍摄的知情同意书。因为按我的印象当中，这3个红线他们好像都没有非常规范的去注意。有个事情先说在前面，就是如果还有在优美程序期的观众，记得要来私讯我，就是我会把你们转移到 OnlyFans 里面去继续当会员。那这一次比较特殊，我就把我自己的 TG 的账号然后放在了自己的留言里面，记得要有截图以及说清楚，就是不要什么你好 Hello 然后句号这些开头，因为这些的讯息我是不会点开来看的，上面的骚扰讯息太多了。好，反正就是 OK， 我自己认栽，就售后我自己来，那就直接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展开讲讲。好，展开讲讲。怎么亏5万美金的？我觉得这一个事情哦，刚好有一个契机，就是讲成人业的难关跟风险的地方。因为像是成人业好的部分，大家有他自己的想象，比如像是躺赚了什么的。但是对于不好的想象，我觉得几乎全错。所以我觉得刚好今天有一个契机，就是主打的就是聊不好的部分。那聊一下我在成人业就是起起落落的部分。OK， 那其实这个事情刚出来的时候，我的心情是异常的平静的。是不是因为赚太多，所以这笔钱很小？5万哦，这样还好嘛。你看大家就会有这样子的错觉，觉得苏小树是赚太多了，所以他才这么平静。但其实哦，我进入成人业4年，真的能够算得上，就是可以说有存钱赚钱的只有1年而已。因为我拍摄 AV 的片量不是很多嘛，就是4年平均下来大概每年应该是5、6支左右。我是开始做 YouTube 以及开始像是做 Facebook、OnlyFans 这些订阅平台，然后才算是开始赚钱的。大家其实也是可以看得到，那我们做的主题是很多的，有非常多都不是说单人或者双人在一个房间里面架一个支架就可以完成的素材。那团队式的操作，平摊下来的利润的话，它是非常的薄的。所以你说我因为赚太多而过于平静，我觉得这个理由是立不住的。那第二就是这一个事情发生，我记得是3月5号，那距离现在刚好是1周的时间，那是一个周三。我
非常记得，第二天周四就是去拍 YouTube 黄版，然后直接弄到晚上。那周五就是你们看到的凌晨4点要去上班的那一期。然后周末2天呢，因为要搬家，我要迅速的在周末里面完成，因为后面没有时间。然后周一呢也是要拍宣传片，那现在周二就是要拍这一个东西了。所以你看这一个工作的节奏，也可以看得出来，你根本没有时间去伤心。就是像现在的话，就是连生病也要挑时间。那第三的话，是因为这已经不算是最艰难的事情了。像我自己会觉得最艰难的时候是2023年，就是2023年的时候，我觉得讲出来应该大家也不会信。2023年的时候，我的财务状况是差到我需要用原有的存款去补贴我自己在成人业。哇，这我都不知道哎，这你也不知道吗？对啊，这我也不知道。好像有讲过吧？别人以为你在赚快钱，但其实我在倒贴钱。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确实在当下也没有公共的讲出来，因为我觉得大家不会信我，觉得我好像在塞人设或者什么的。但当时的情况，我们来回顾一下。那首先它也是很多的因素刚好交叉在一起。我记得那一年刚好就是华语的 AV 然后断崖式下跌的时候，就是2023年。然后呢，那时候 YouTube 也是刚起步嘛，还没有开始变现，我的 YouTube 变现已经是半年后的事情了。那当时的公司在这之前也会限制我去开类似于 OnlyFans 这种就是可以额外增加收入的平台的。而且那个时候就是我身边所有的人都不靠谱，因为像是我们刚开始 YouTube 要起步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大概4、5人的团队的，然后呢，他们也在1个月以内全部走掉了。然后当时的剩我一个人，我只有剩我一个人。然后当时的经济哦，他是一个就是3天都可以不回复一条讯息的人，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处于一个摆烂状态有点对，所以你是处于一个没有任何助力的状态嘛。然后呢，那个时间段其实公司你说对于频道的走向以及对于怎么变现这个事情，可能也没有多少自己的想法的。还要额外插一个，就是我自己会觉得比较介意，但是大家觉得可能只是交代没有很清楚的事情，就是我的推特账号其实是有2个大小的账号的。那大的账号呢，我是一直优先说把所有的影片素材都是提供给我大的账号，然后让公司去管理那样子。反正文案我也写好，然后自己的影片我自己也 P 好剪好去提供嘛。那公司也会说这是有帮我运营，然后帮我推广，然后帮忙投钱去推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但是我后面呢发现，其实他们只有负责上传，就是所有东西完全是没有的。可是这样子的一个账号，我已经更了2、3年了。那这样子的一个小事情，我会觉得就是有点像是，我好像被骗了2、3年，有一种我已经2、3年处于一个很严重的讯息不对等的一个状态下的那一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极有可能是中间的工作人员只是无心的一个交代，然后就耽误了我非常久的时间。像是当时限制开 OnlyFans 这个事情，因为后来我也向老板求证过，就是发现上面的人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极有可能这不是公司的本意，那当然也不是我个人的本意，然后造成了就是无缘无故的耽误你自己赚2年的钱啊。那这种情况是谁会赔给你？那你像是我当时还定居在泰国嘛，所以我得到的帮助注定是很少的。当时就是如果有同事过来的话，就是要拜托他帮忙求他，然后来帮我去做拍摄嘛。我很记得那时候入行的那一期，还有包养的那一期，拜托同事然后在泰国帮我拍的。反正那一天我记得也是就自己累到有一点已经偏头痛了，然后摄影师的情绪又不好，我还是要去哄他。然后他会看这一集没关系啊。然后我记得那一天还是我自己的生日，就是处于这样子的状态下去把它做起来的。反正2023年就是比较难熬，当然也没有说24年跟25年就比较好熬的意思，它的点是不一样，可以分为内部跟外部的问题。那内部的话，首先第一点就是工作量很大，就像是大家知道我有去拍片，有做 YouTube， 那也有做什么 Facebook OnlyFans 这些东西，但是大家依然会觉得我肯定是那种就是会有排场，会有助理，对，然后很多人会有这样子的设想，拍片完全没人跟对，然后
就主要大家是觉得我一定是一个人到场就 OK 了的这样子的状态，但实际上并不是。朋友们，我的公司它是有成人片，有成人游戏，甚至还有推出了成人创作平台。那我个人的收入在这些比起来的话，真的是屁都不是，所以不可能说会有很多的人力资源就是集中在我的这一边的。那像是之前有提到的内容的企划、编黄历的内容、协调嘉宾、订场地、衣服、道具，还有回复讯息、更新社交媒体账号，这每一样东西一定都是要你亲力亲为的。然后工作量大只是它的基本项，你要知道刚刚说的每一项工作会有他们自己各自的分支，会有各自的问题。那这一点的话我就不展开了。接下来的话我就讲外部的问题好了。外部的问题的话，刚好确实这2年的市场就是没那么好，这2年的市场大概是萎缩到疫情时候的1/10都不到。那还有第二个就是，其实所有的平台，绝大多数的平台都是限制成人内容的，像是 IG 啊、YouTube 啊这些也是。所以我们在绿色的平台去做成人向的 IP 或者聊成人向发展的东西的话，一定会受到更多的限制，就是做起来一个 IP 一定比其他的内容要更困难。还有第3的话，大家对于成人素材的价值是不认可的，就是觉得这个事情它就是不能够去付费，而且自己不付费的同时，通常还会劝别人不要付费。基本上我的每一条影片下面都会有留言说啊，这个为什么还要去解锁，然后这个下周赖群里面就会有啦，什么之类的。这些就是我真的想骂就对啊，而且我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会被检举的，因为正义魔人是有很多，就我的 IG 跟 YouTube 一直处于说不仅被限流，还要一直被检举的状态。然后最后的讲一个我自己觉得体感不是很好的点，就是因为进入成人业的话，我会觉得确实是有存在一个社会价值评价分比较低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因为大家肯定会默认一个比如说刚毕业的职场新人，他的职场能力跟工作的素养一定会比我好，跟我合作我是不是一定是比较不靠谱，道德底线比较低的那一位？这是大家既定的印象。对，而且你们跟我出去工作的时候，其实会发现只要对方一聊到工作的话，一定是绕开我跟其他的工作人员谈，因为他们都默认不能够跟我谈工作。有吗？有这回事吗？我觉得有就是他们会觉得有很多东西是需要重新的跟我解释，就是职场上很常规的东西，他们会对我额外的解释，因为会默认我不知道这样子的一个东西。对，而且所有的工作他会倾向于，比如说你们跟我一起出去的话，那他就会比较倾向于跟你们聊，而不是倾向于跟我聊。我懂了。对，其他的来宾或什么之类的。对，有点像是社会信用比较低的这一个点，我觉得反而是最大的害处吧。那所以其实我觉得讲到这里，大家应该也能够理解说为什么原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说大家对于不好方面的想象其实几乎全错。因为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刚刚聊到的所有的难关跟风险，它跟绿色的行业是共通的，甚至是一模一样的。那你要习惯自己处于没有任何助力下的工作，比如像是今天讲的内容，我觉得不可能有人可以帮我代笔，他就是要扛3个东西。第一个是扛压力嘛，你要扛很高的工作量，你要扛就是随机应变的去解决各种的问题。那第2的话是扛风险，就是市场的变动、职场的变动，然后各种平台的兴衰起落，还有各种平台跑路的而且你会觉得并不是只是小平台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比如像是 OnlyFans 这种国际第1的平台也会有出现过就是提款提不出来的状况。那第3的话是扛成本，这个就是很好理解嘛，你像是我的 YouTube 就是前半年就没有收入嘛，那我的空白期里面，你像是我的微博或者推特什么的，你也是要一直更新的。那所以你说你可以接受半年没有收入，或者说2年是没有正面反馈的事情一直做吗？我觉得这个也是很考验心态的。如果其他人的话碰到以上的东西的话，我觉得有可能已经被难倒了。所以我还觉得自己的心理素质还算蛮强的，算蛮强的啦。遇到这种状况，插问中间都没有曾经想放弃吗？曾经想放弃吗？那一丝的念头。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因为前面的所有的因素对于我而言的话，比较像是外部的因素，因为当时只验证了市场的不行、平台的不行，然后工作人员的不行，就是各种各样的外部的不行，还没有验证是我自己的不行。就我想要验证一下是我自己不行，我可能才会放弃。
只要你是想要去发展的，它就是艰难的、劳累的、狼狈的，扛各种各样的事情的。我觉得你们之所以看别人躺赚的话，那大概率其实背后一定是有一些你们不知道的苦逼的事情。而且虽然我今天罗列了那么多内容，就是有很多风险跟危机，我还算是有运气的那一个了，已经是，因为至少你们还可以看到这一期，有很多人可能根本就没有走到现在，在往前的各种各样的难关，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一个，可能就被挡下来了。就是我亏这些钱就已经心里就承受不住了。对，所以已经算是幸运的了。那苏畅，你觉得你入行以来最辛苦的节点在哪里？唉，讲一个大家很出乎意料的节点，我觉得最辛苦的就是过年。啊，过年哦，过年是最辛苦的，因为首先是我现在已经不是吃年夜饭的辈分，我是去做年夜饭的辈分了。然后呢，过年的时候，通常我的家里人是希望我出钱、出力、出人，然后去处理各种各样的事情，而过年又刚好是全部同事都下班的状态，所以所有的事情我自己单独处理，而且过年还是我们是日更的状态，而不是周更的状态，所以我第一次在这个行业有感到有过劳的时候，应该就是上一年2024年的过年的时候，我觉得真的要倒了。哦，就是还要处理东西，然后又要处理家里的事情，这样。过年是一个每一个角色交叉起来的时候，像是平常工作日，那我就只做好舒畅的部分。过年你还要做好当子女的部分，当朋友的部分，有一些人可能还要做自己当父母的部分，就所有的事情还要交叉起来的话，我觉得工作量实在是有点撑不住了。希望2025年你会好一点。2025年的年已经有感受到了，就还是一样很累，所以我真的很怕过年。我这2年过年都过得很过劳。不会啦，我们现在有新血加入了，但他是不会加班哦。过年我们还是一样放假哦。那你现在回想有没有什么后悔，还是说有没有什么想要改变的事情？像是后悔的话，那综合今天讲的，我会觉得是尽早自己把握所有的细节跟决定权。对，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就不要去期待，因为有很多像是这一行的女生，她会期待是不是进到哪一个平台就好，是不是进到哪一家公司就好，是不是联络上某一个经纪人或者某一个怎样的老板就好了，不存在这样子的事情。他会帮你处理后面所有的事情啊，那不可能。我都说了，你个人带来的收入可能大家都看不上，但是对于你自己而言的话，是你自己实打实的发展的事情。那你有最想改变什么事吗？就不要那么听话，说不开 OnlyFans 就不开，我就要开。哦，你之前有很听话吗？没有啊，你像我这样闲不住的个性，我不可能有2年的空白期，然后完全只是在更新社交平台，然后不做其他的任何事情啊。哦，因为那时候就是太听话了。而且我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我所有的东西都不是有红利期的。比如说华语最红利期的2年，我是不在的嘛。然后 YouTube 你们都知道了，它的红利期都过多久了？对啊。然后 OnlyFans 的话，其实是21年的时候，也确实是蛮疯狂的一个状态，而且那个时候就不像是现在已经有专业团队下场去批量的操作账号的时候，那时候开的人又很少，所以其实我所有的东西都是地狱开局，然后又是零装备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大家觉得我的参考性不大，但我一直觉得我的参考性是最大的，因为我所有东西都不是红利期搞起来的。那能做到现在真的是蛮厉害的，很辛苦啊。心理素质要强到爆，就是我会觉得赚钱的时机是没有很多的，所以我觉得能赚的时候就要尽力的去赚，说不定2年后又已经没有了，这些平台又全部没有了，谁知道？这支内容有点像劝退真人创作者。也不是，而是你要进入来赚到钱的话，那基本上跟你在绿色行业做一个创业者差不多。对。我觉得我之前在其他家公司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气色还是蛮好的。然后自从做了这个工作之后，嘴唇都白了。因为进来了这里，然后无端端的多了3个杯嘛。就厂商会送我一些杯，然后叫我帮他们弄写心得，然后我就嘴唇就白了。所以平台优妹的部分就放水流了，就看他们怎么处理，知道吗？还是就真的跑路了？就完全头也不回了。现在有 mFans 替补它的空缺，然后也是有支付宝、微信这种支付方式的。好，打个 mFans 的广告，这是我们家的。我们家自己的第一是最起码跑路之前我会知道，然后我会先关闭掉，然后不会让大家亏钱。而且我们自己家的钱还可以先抢先拿走。
我会先提前告诉大家，关闭了，先不要订阅。对，先不要订阅，不要放钱进来。对，好，那今天的内容就到此结束。喜欢我的话，记得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支持正版，因为我的比盗版要便宜。我觉得我们每一集都可以讲这个，比盗版便宜。比盗版便宜。好的，好，收工。收工。